不加钱不走，绕路多拉人，投诉不管用，这是顺风车吗？这分明就是黑车呀！大家好，这是强仔啊。每到过年过节啊，火车票难抢，机票又太贵，长途自驾呢成本又太高，顺风车就成了部分人春节往返的选择。据报道，今年春节期间，顺风车行业需求有约 1.2亿单，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么多人坐车回家，也极大的缓解了火车、飞机、公交短时客运高峰的压力，绝对是能够上央视的人民的好朋友的级别了。弹幕里面可以说一下，你最常用的顺风车平台是哪一家呢？是滴滴、哈罗还是滴答呢？别看现在顺风车这么火热，这么赚钱，但就是在4、5年之前，顺风车行业还处于最黑暗的时刻。2018年那个夏天呢，网约车行业在3个月内连续发生了2起命案，顺风车行业遭遇了监管风暴，全社会的舆论矛头全部指向了滴滴。当时因为占据了整个顺风车市场80%的份额的滴滴公司，也因此全面下架了这项业务。正当大家以为顺风车会因为监管问题而从中国市场消失的时候，滴答出行就在这时候趁虚而入了，吃掉了滴滴的市场份额。没过多久，背靠阿里的哈罗出行也上线了顺风车业务。当时哈罗不仅拿出了5亿元补贴司机和乘客，阿里那边还直接把支付宝首页的顺风车入口直接导向了哈罗出行。流量入口加上补贴，让哈罗顺风车超越了滴答出行，成为了顺风车行业的市场第1名。看到市场逐渐恢复了，2019年底，滴滴重启了顺风车业务，并且重金加码，加大了补贴力度。可惜错过了风口啦，滴滴回来也不是当年的王者了。这就导致国内的顺风车市场现状就是哈罗、滴答、滴滴3个占了大部分市场，还有一堆小卡拉咪争夺剩下的市场。去年高德和 T3 也上线了顺风车业务，也拿出了不少钱来补贴用户。这个顺风车市场也像以前一样进入了撒钱抢市场的阶段。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顺风车市场还能够再起？这是因为顺风车是目前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增长空间的市场。相比网约车点到点在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城市的模式，顺风车提供了更多订单选项。最开始很多人为了分摊出行成本，会开顺风车顺带捎上1、2个人，但到了后面，司机发现有利可图就开始专职做顺风车了。他们不仅做跨城，还做城乡出行，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网约车，而且合规性上也比网约车更安全一些。有的城市呢会查网约车，但是不会查顺风车。再加上补贴和低抽成，顺风车的订单价格甚至比网约车还要高一些。短视频呢也加速了顺风车的推广，尝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平台一看，好，加大补贴力度；司机一看，好，以后就专门跑这个了；乘客一看，好，以后就专门坐顺风车了。毕竟只要价格足够低，其他都可以商量。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今年的春节1.2亿顺风车订单就说得通了众所周知人一上百形形色色，从业者一多那问题紧跟着就来了。最经典的问题呢，就是司机打着顺风车的招牌，实际上却干着黑车的活。顺风车，它本身强调的是顺风的属性，本质就是找人分摊出行成本的，不应该专门用来赚钱的。几乎所有的顺风车平台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禁止司机把跑顺风车当做全职工作但是呢并没有什么用顺风车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规定网约车司机需要考取双证，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的。但顺风车那边呢，只需要实名认证之后上传驾驶证和行驶证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双证，甚至你可以注册你家里人或者朋友的车来跑顺风车。同时，网约车因为监管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有门槛的生意。国内对于网约车是有严格要求的，跑满60万公里的车子呢会强制报废，如果没有跑满60万公里，但是跑了8年的话，就不能够继续开网约车了。但顺风车却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任何的里程或者年限的限制，还不影响保险和理赔。只要乘客不投诉，平台不封号，可以榨干车子的最后一丝价值。而且现在开网约车没有以前那么赚钱了。有数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10月份，全国一共发放了网约车驾驶员证748万本，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全职的网约车司机。而再往前数几年，我国的网约车司机数量不过200-300万，在当时一天跑个8小时，随便接个10几单就能够月入过万。而现在呢，你需要一天跑12个小时，可能流水才200-300块钱。整个网约车市场已经完全饱和了，饱和到有些地方的交通局需要出来预警。济南、三亚、苏州、婺源等城市都在最近2年发布了风险预警，甚至暂停受理网约车经营许可和运输证的核发业务。相比之下，顺风车一般都是长途的，像是去个机场呢，或者是跨城之类的。司机呢，不用像网约车一样一直反复等待平台派单，看到价格不错的单子和别人去抢就可以了。要是跑跨城单，基本上一天下来跑个来回，大几百甚至上千就能到手。这篇报道里面就提到有顺风车司机专门跑广州、珠海线，一个往返共拉6个人，除去各种成本，到手的纯利润就有500多块钱。要是努力一点的话，一天跑2个来回就能够赚1000多。还有跨省的单子，一个乘客就300多块钱。这收入可让不少网约车司机眼馋了呀，转行做起了顺风车。然后这个市场就涌入了大批专业的顺风车司机，有人叫他们黑车司机。大量专业顺风车司机进入这个市场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现在打顺风车比前几年方便多了，基本上下单之后呢就有人抢单，不需要等。
但是问题呢也更多了，像是乘客最经常遇到的就是下了一个独享单啊。什么是独享单呢？就相当于你叫了个滴滴快车，这趟顺风车除了开车的司机之外，只接你一个人。但是等车到了之后，就会发现已经有其他乘客了啊。司机这个时候就说嘛，哎呀，快点上车啦，这是我的家人啦，顺路啦，走啦走啦。按照正规流程来说啊，司机是应该在平台上标注有亲友随行的，但是你并没有看到这个标签，甚至等你上车之后，司机不按导航走，又顺路拉了一个人上来，这个时候你就很清楚了，就是司机为了赚钱多拉的客人。于是你就支付着更加昂贵的独享价格，窝囊的挤在两个人中间，还要忍受因为春运堵车而无限延长的车程。还有那种临出发之前，司机打电话过来，找各种借口要你加钱，像什么哎呀，你要去这个地方不太好走啊，你取消订单，去另一个平台下单吧，你的行李太多了，要加钱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同意了，那司机就会取消订单，把你丢在路边，扬长而去。而你原本计划好的行程也就被耽误了，而司机那边他无所谓的，因为这些事情是你自己需要去操心的，他可不管。因为顺风车司机那边很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基本上只能够忍气吞声的听他安排，多拉人、临时取消订单、晚到半个小时、不按路线行驶等等问题，你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耽误后面的行程。哪怕事后去找平台投诉司机，平台呢只会给你一张10块钱、2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扣除司机的积分，或者是封停他的账号。而这些处罚对于这些顺风车司机来说基本没什么用。想到我写稿的时候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账号被封了可以换个人重新注册，也就是注册顺风车的和实际来接你的司机可能并不是同一个人，或者号被封了，司机干脆就换个平台，反正现在平台多，不差这一个。另外，专业的顺风车司机大量涌入，不仅抢占了真正的顺风车司机的生存空间，还会破坏平台算法，让真正的顺风车很难接到单子。因为他们专业的顺风车司机会愿意偏航10几公里去接乘客，而这趟路线和数据会被平台算法记录下来，算法呢就会误以为偏航个10几公里算是正常范围了。慢慢的，这个算法就开始给业余的顺风车司机也派偏航很远的订单。对于业余的顺风车主来说，他们接顺风车的前提是不耽误自己的行程，而这种偏航太远的单子不仅会耽误行程，还会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油费、电费，得不偿失，不如不接。这篇报道里面也提到了，现在的业余顺风车主都只愿意接路线重合率90%甚至95%以上订单，只有专业跑这个的愿意去接偏航很远的订单。另外，部分乘客的不合理要求也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业余车主放弃开顺风车，像是要求顺风车主等自己半个小时，或者偏航10几公里去接他的，又或者是给自己搬运大量的行李，再或者是提前说好了平台高速路费，最后又赖账的，以及那种乱投诉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乘客的不合理要求、平台的不作为和算法的机制，以及大量专业网约车司机的涌入，都在逼迫业余的顺风车司机退出。一边呢让开顺风车变得非常职业化，一边又让市场充满了吐槽和投诉。截止到2025年1月21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滴答出行平台累计投诉量高达2万多件，投诉的问题涉及乱扣费、乱罚款、独享却其他乘客、车辆信息不符、客服不作为等等。可见，不管是乘客还是司机，都对这个职业化的顺风车市场有很多怨言。既然平台都要争夺这块市场，那么他们会不会真的去干点事儿，去规范一下这个市场，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呢？强仔觉得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而且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因为现在是抢夺市场份额的时期，平台更希望抢夺更多的私家车主，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所以他们又怎么敢对不遵守规则的黑车司机做出严厉的处罚呢？你要是罚得太狠，就没有人来了。当然，平台也不是说是完全不管，毕竟曾经滴滴那2起恶性事件还历历在目，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敢冒这个风险的。但对于平台来说，去职业化的确很难做到，因为一个顺风车司机可以在所有平台上注册接单，一个平台作恶，另外一个平台不知道，平台之间数据是不互通的。反倒是交管部门打响了顺风车监管的第一枪。去年11月，天津那边开始实施这个规定，顺风车、拼车等合成车辆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所有平台数据库都要接入监管平台，每辆车每天提供服务的次数不能够超过2次，这样就可以规避专职顺风车司机通过多平台接单了。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出来哦。可惜能这么多的城市现在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对于那些专门做跨城的专业顺风车来说，一天提供2次服务就已经能够赚到钱了。所以对于现在这些顺风车平台来说出了问题肯定是要管的，但主要管的是安全这块。至于其他领域的问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大问题了再说呗。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希望对你理解顺风车有所帮助。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边一起交流讨论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